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K。72小时这个系列呢，终于还是回到了我的老家大庆。这个系列无论是之前我去香港，还是去海南，还是广州，这些地方对我来说更多是猎奇。我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接触，我去体验那里的美食美景。但我老家不一样，兄弟们，在北京的大兴机场，然后昨天刚刚拍完领克，今天打算直接从北京飞大庆，过端午节，拍个72小时。按理来说，这里有最多的故事，我最多的经历，更适合我去分享。但可能也是因为回忆太多了，我却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那这次端午回老家呢，其实有2个原因：一是我春节时候没有回老家，好久没有见我爸了；第二呢是前段时间呢，我把理想 L7送给我爸了，他用了段时间，我也想和他聊聊车，拍一期节目。也是因为如此啊，有了这期东北72小时。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视角，让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对于这片土地的感情。这次做项目，我并没有像前几期那样可以安排很多景点和行程。我呢，就是想回去看看这些老地方，有机会的话见见老朋友。我去了之前就读的初中，理想同学，你说去亮湖中学，这就是我的初中，我是第2届，并不知道它的水准如何。后来它变成了大庆非常出名的一所中学。当时你就看着说这个学校比较新，看着比较好。对，大庆亮湖这树这么高啊，这树现在。走啊！一会儿联系啊。行，一会儿联系。哎，进入母校来看一眼。刚刚下过大雨，这孩子刚才被保安大爷拦了一下，请假了吗，孩子？这我感觉我从12年还是10几年，我就再也没回来过。我们之前是从这里穿过去，然后去吃饭。我感觉远看没什么变化，近看还是旧了很多。我那个时候是第2届嘛。那时候校区非常非常新，然后他那个用的是塑胶跑道，我记得在当时还算是大庆市学校的一个卖点。也去了之前就读的高中，我们现在就去我的这个母校高中东风中学，赶上了一个大雨。记得我高考的时候，那时候很多家长背着考生，然后去那个考试嘛，因为有积水。那时候我记得在大庆市都比较出名，说东风中学考生要趟着水过去。这已经有10年了吧。这学校没变，不过因为当时快要高考了，不太方便进去。大庆市东风中学，保安亭也没变，这个校训我忘记变没变了。然后中间那个小人也是比较，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变哈。和母校合个影。这个楼是高3的楼，就上高3了以后，然后会搬到这个楼。然后有时候停电我们可开心了，有时候上晚自习了。然后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学校对面嘛，这个是我们之前中午休息或者晚自习前来买吃的的地方。我看看，哇，今天这天儿是真不咋地呀，大晴天下雨。哎呦，哦，还是换了一些。我记得之前有个叫快客的那个什么，奶茶店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快客啊。好家伙，哇，这被挖成这样了，这和我当时是挺不一样。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，啊，短暂的逗留是吧？但大体东西还是没变的，都是那么几样，书店呐、教育用品呐、一些小吃之类的。合个影吧，好多年没回来了。哦耶！真的，我看这2个地方的时候，总觉得很恍惚。说实话，我总是觉得我很年轻，我也确实岁数不大，但是你要仔细想想的话。我也快30了，大学毕业都5年多了。那回头再看初中和高中，就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我几乎不记得我高考时的心态，也忘了初中时大部分的同学。好像我在老家的学生生活和我在深圳的社会生活是2辈子的事儿。这种感觉我回来想了很久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确实就像2辈子的事儿。如果说我小时候几个关键的老地方还在，而我的老朋友们几乎没有在老家的了。有一天我去公园坐了很久，看着来往人群，有走路还不稳的小孩，也有锻炼身体的老人。同样的空间承载着人们不同的时间。于我来说，也许这就是这种恍惚感的来源。毫不夸张，我从大庆机场出来后，最熟悉的人和物
一个是来接我的亲爹，另一个是还挂着粤 B 牌，还没来得及过户的23款理想 L7。其实把这辆车留给我爸的原因也很简单啊。那实话实说啊，我换车的频率是非常夸张的。我人生中留过最长的一辆车呢，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理想 ONE， 那也就留了2年半。那我这2年买的车啊，能留1年左右的就算是长的了。普通消费者压根儿不会这样换车。我本来也打算把23款 L7置换成24款的，但是我转念一想，我其实真的很好奇这辆车再开2年，甚至再开5年后的表现。这事儿我做不了，但是我爸能啊。而且他是每周都要跑高速的。上一辆车他开了18万公里，这辆理想 L7在他手里用几年，然后做一期回顾，绝对有价值。他今天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和疑虑？再过个1年、2年，甚至5年后，又会有什么变化？这种车发展的这么快，看着做工还可以，开着也觉得可以，但是它这个安全性到底能不能保证？电池寿命到底能有多长？甚至有的那个操心的更多的，它以后怎么处理？包括现在我对这个理想的也是，你说这个充电就是能开几年？那你会用 NOA 这个功能，我还是挺吃惊的。我以为你完全用不上它的辅助驾驶，那咋用不上呢？我以为你不会尝试，因为你是老司机嘛，开了几十年。我不仅在高速上用，我在那个就是说，它那个扫描的路上，它只要扫描可以用，我都用过。一个是随时接管，我是很专注的，甚至比那个自己开车还要专注的。但是我觉得它跟人比，我不能说我这个驾驶多么不是，那你肯定比他开得好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我的驾驶习惯，我觉得它还是不能完全跟我契合。但这个我还是比较吃惊，说实话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别说你像你开几十年的车了，有很多年轻人他都不用。是我这个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，好奇心也比较重。那和我爸拍完相米以后呢，其实这次回老家最大的目的就完成了。忙完工作后更感到，老家之前的老朋友几乎都在外地了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了。那本来想约很多老朋友的愿望没有实现，但好在啊，小时候吃的老味道都还在。铁锅炖、东北烧烤、坑烤，东北菜是真的好吃。回家第一顿烧烤，东北烧烤，这个串儿非常诱人啊！这随便吃一口，你看正常咱们老家烧烤，还有蘸酱菜，都得吃这个，不行。哎呦，这蘸酱菜真棒！就是烧烤，别的真的，有一说一啊，烧烤还是东北的好吃。东北第2顿啊，铁锅炖，耶，就是这家。东北铁打饼、方便面饼，朋友们吃过吗？这是鱼锅，这应该是排骨锅。看这铁锅炖，刚开锅。没有啊，挺多关这个，你昨天这关。但让我更开心的绝对不仅仅是我吃到了好吃的，更主要的是我和好几家开店的东北老板聊了聊他们的故事。经历可多了，经历。今年是42岁。经历坎坎坷坷可不少。你从多大说起吧？从多大说起？是从几岁说起，还是从？你从入社会说起。入社会啊。第一份工作我是18岁那年，我上鸡西一个叫麒麟山庄，我就上那边干的是土建嘛，都零下30多度，没有这些先进的设备和钩机什么没有，全是一色是人工。那得吃老苦了。哎呀，那前刚17，不是17岁呀。成天成宿那么干，一天你说挣多少钱？15块钱。第一份工作就是钢结构，02年就是一天能挣到30块钱左右。30-40米高的时候，就在一个这么粗的一个钢管上行走，就跟走独木桥还危险。结完婚以后就是一直没有出去种地，种了3年地，把所有的积蓄也都赔没了，连牛在种地的话赔了是30多万吧。那最后你又出来干啥了呢？那赔不少啊。养车就运输就货车那种。对，货车对运输。跟车嘛，就是副驾。辽大庆的第2年，我就自己又是找朋友借，又贷款，又贷了20多万，买一台车。那你这当时贷
欠那么多钱，然后再贷20多万，你不怕翻车吗？就是不怕贷失败吗？在那个时候你还是有考虑，你只有说自己往前走，才能说有机会能还上以前的债务。反正可以，杨大车这2年让我基本上快翻身了。后边我就干了一个早餐店，大概投资了4、5万块钱吧。就是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，从小啊就是从7岁7、8岁就会做饭，就喜欢做饭，热爱这份职业，喜欢做餐饮，选择了，因为我喜欢炖菜，我就喜欢做铁锅炖，我热爱这个铁锅炖，所以说我选择了做这个。嗯。那除了东北的烧烤和铁锅炖啊，这次回去我也吃到了大庆当地算是比较特色的美食，就是坑烤。也和坑烤店的老板聊了聊。我姓李，这个坑烤开始我跟闺女我起源。第一家坑烤。对对，这是我们这个就是搭这个坑。咱们这个原理是什么原理呢？把这个灶坑底门打开吧，完了高风车吹，它上面拉里边是高钻气的，就跟咱过去那农村的锅台一样，就烧这木材。根据咱们多少东西烧多少火，这个技术含量相当高了。火候控制是吧？火候必须得控制好。你要东西多呢，火烧少了它生了；你要东西少了，你火烧多再拿出来糊了，你顾客人等着糊了。这技术含量得相当高了。今年我们这是干了17年了，就这家店。哎，对，因为啥呢？我这个今年都72了。哦，那您这身体看起来真硬朗啊！真硬朗，这腿不行了。完那个，我就过去咱们这个大庆老会战老会战老会战那时候不缺粮吗？那时候会战的工人那是不够吃，在野外烧土豆了，烧甜菜了，烧大饼子啥的，那个野外，我就跟进那个原理来了。刚来大庆第一批的，那时候是不是特别苦啊？条件相当苦了。那人主要是一个工作累，起早贪黑，吃不饱。那时候吃不饱，吃不饱，那一个人那这粮食才供应30多斤儿，也不像现在咱们这人，吃点就吃饱了。那时候那一个人那就这大窝头、大饼子，得造5、6个、6、7个呀。那属于干重体力活。重体力活，人一出体力就是饭量就增加。感觉您回忆起这个之前的故事，虽然挺苦，但是也挺有意思的哈。那是你看也不叫苦。那时候就是那阵儿的心情嘛，它不一样。可能条件差，但不条件差，对。那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不管这些人过去的生活有多苦，条件有多差，他们说出来的时候，感觉都是轻松的、调侃的，没啥过不去的。那这次回老家待了快1周，我去了之前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个地方，我吃了很想念的家乡菜，也带我爸第一次体验了自动泊车。开始泊车，松开吧，刹车抬。是这个吗？是，这都是肯定是这个。抬起来。泊入车位中，请注意周边安全。你啥也不用管，我是真有点担心的。没事，别紧张。我有点紧张。别紧张。别把那后边车桩给撞了。不会。我前2天我真博弈整一次，但你这个车位我就不太会选。挺吓人呐，挺猛啊！哎呦，行了，泊车已完成，搞定了。挺刺激。帮他设置好了丝装，我是第一次见这个20千瓦的桩，它这个包装不用拆吗？他说，我说这有丝装是挺爽啊。你还把这个装上了又。它直接就冲了是吧 ？OK 了，就不用再管了。那管它啥呀？你这个用电条件太让人羡慕了。开始了。那视频到这儿，按理来说我应该升华一下啊！我爱我的家乡，我爱东北，这片土地多么的好，欢迎大家来东北。但说实话，我并不喜欢这儿。我喜欢东北人，但我不喜欢回老家了。等我父母退休来南方以后，我回老家的机会就更少了。我还是更喜欢大城市的繁华，有更多机会，也更有活力，我也有更多选择。回来后呢，我父母也经常对我说，他们同事的孩子也是能走的基本都走了，很少有愿意回来的。人口大量外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
哈尔滨这些北方大一点的城市还好，但大庆真的很难留住人。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，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非常尴尬。理想的生活并不一定会在大城市里找到，想在一个一线或者新线城市扎根难度也非常高。但凡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，应该都能懂我这段话。不过有这么多人依然选择背井离乡，选择离开的原因，并不是我们确定理想的生活就在大城市，而是我们知道理想的生活不在这里。回深圳去哈尔滨机场的路上，我看着沿途这广阔的平原，感叹在东北开高速是真爽，不用像深圳那样一会儿一个隧道，车少路还好。不过往南开，我要走了。